在2025年的今天，我还是很难相信，一款被称为旗舰且售价高达6000加的手机，这么多年来，它的短板竟然还是系统。其实澎湃 OS 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些影响体验的 bug。至于为什么我这么晚才出这期视频呢？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想着后续澎湃 OS 2优化好了之后，再和大家聊聊这款小米的影像旗舰。但你们也看到我的标题了，像过去我做过不少小米数字旗舰的视频，基本都是在聊小米的影像系统，比较少聚焦到系统的体验上。但这次的小米15 Ultra， 我们先来聊聊金凡做的这个澎湃 OS。首当其冲的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动画掉帧，小米15 Ultra 总是会在我出其不意的地方突然给我来一个小掉帧，虽说不影响体验吧，但也不是不能用。再比如这个锁屏，如果我们设置了壁纸常亮 AOD， 锁屏的时候壁纸也会卡那么一下。最可怕的是，这是个随机触发的 bug， 当你习惯了流畅系统的时候，突然给你来那么一下子，接着是广告。一般来说，小米的旗舰机器会很巧妙的把系统广告藏在一些你不那么容易找到的地方，但实际上在广告方面，它甚至和红米没多大差别。比如这个全局搜索，点进来全是广告。用高情商的话来说，红米有着和老大哥一样的体验；低情商的话，那就是我花了6000多买了台红米。糟了，我成替身了。哦，对。我觉得这个过渡动画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可以学习一下对标的友商。然后相册这个确实对标苹果了，真的很难用，莫名其妙的星星图标，比较混乱、大小不一的布局，建议可以不用改，退回上一个版本的相册就挺好用了。抛开相册不说，这些系统的流畅性问题，在我的小米15上面我也许验了，但别忘了，小米15 Ultra 可是起售价6500的顶级旗舰。其实一个手机的高端与否，真的不是靠喊口号，然后把价格提高就完事儿。一些基础的体验真的得保证，只能说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米。这一台15 Ultra 还是很鲜明的小米风格，先堆料再优化。不可否认，小米的堆料确实还是很顶级的，该给到的配置都给到了。但这2个半月的使用下来，扬声器声道是不对称的，电池是不耐用的，充电速度的表现是一般的，夏天来了发热是更快的。虽说同为骁龙8 Elite， 我手上的小米15 Ultra 的表现确实要比小米15稍弱一些。实测王者荣耀最高画质，它们的表现是这样的：15 Ultra 平均帧率116帧，曲线图可以看到几乎大部分时间是贴着120帧运行，包括一些团战。30分钟原神跑图刷怪，它的游戏表现是这样的，甚至不如我的小米15。同时正面46度，真的很烫。但刚好我手上有最新推出的黑35 Pro 散热器，装上抓手，卡上手机。2分钟后，手机温度降到了36度，游戏帧率表现明显比发热时流畅不少。全程下来持续降温，帧率稳定在了59帧左右。而且今年的外观设计比起上一代更是要精致不少，外观的升级也延续到了性能上。智能温控保证手机流畅使用，45度单体降温，连上黑鲨装备箱，还可以自定义设置档位、灯效，还有独创的魔方模式，可玩性高。黑35 Pro 散热器绝对是你的游戏好搭档。那么现在我们从一台相机的角度来看小米15 Ultra， 这次小米15 Ultra 的影像堆料确实还不错 ，LYT 910英寸主摄可以拍摄微距的中焦，以及主打的2亿像素长焦，和这个拿出来凑数的超广角，感觉像是 JN5 采购多了的样子。谢谢你们。话虽然这么说，但每个镜头的一致性做得还不错，尤其是颜色，你可以看到基本上都在一条水平线之上。只不过上一代的可变光圈，这一代被小米给移除了。所以拍摄些文本之类的边缘虚化问题，确实因为底太大无法避免了，但又因为底足够大，画质足够好，拍摄的时候可以尝试后退一点，用2倍焦段拍摄，好算不少。这个70毫米的中焦，还有这个100毫米的长焦，用它们拍摄的风景照片或者是人像，都能算得上赏心悦目。对比起 iPhone 16 Pro， 哪怕我不把2亿像素打开，小米的这个4.3倍长焦，也要比 iPhone 16 Pro 的5倍长焦
好上不少，可以获得非常好看的自然虚化。那这个70毫米的中焦对比 iPhone 从主摄裁切出来的3倍，真的就是完全物理层面上的碾压。所以我觉得 iPhone 16 Pro 不应该把长焦换成120毫米的焦距，保留原本的75毫米中焦这个选项，然后做成2种选择。如果追求长焦，那么你选 Pro Max 就好了嘛。扯远了。说回15 Ultra， 小米给它的定位其实是非常准的，我们可以拿它很轻松的拍出像这样的微距照片，或者是一些不太需要长焦的场景。那么色彩方面，我挺喜欢小米的这个徕卡影调，只不过最近几代的表现，我个人感觉小米其实有在刻意优化影调这个概念。对比于徕卡生动的成片，把高光偏向过曝的策略，其实我会更喜欢这个徕卡经典。但拍吃的，我还是会使用徕卡生动，避免拍出来的食物颜色太过寡淡。那么这次我还买了这个摄影套装，说实话哈，不是太好用。首先是手感比较奇怪，每个按钮使用起来的反馈延迟是有点大的。别是带出门，通常我也只是拿它来当个充电宝，拍摄并不会方便多少，更多是追求一种仪式感。所以有了这个摄影套件，对比今天其他的旗舰，小米还没有给它加上一个拍摄按钮，我觉得是有点遗憾的。还好双击音量键快速接拍的这个操作能弥补上这一点。所以如果你问我有必要买这个摄影套装吗？那我会告诉你，如果你追求仪式感，我会推荐，否则没必要多花这几百块钱找罪受。来到视频，今天小米15 Ultra 它终于拥有了一个真正的 Log 曲线。那么小米15 Ultra 4颗镜头全部都支持的 Mi-Log， 也都全部支持4K 60帧的 Log 视频录制。后期调色我们可以更容易自己喜欢的风格，就是色彩还原有点麻烦，但它的问题和小米15一样，在夜景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暗部会有噪点在跳动，显得画面脏脏的，不是那么好看。所以我试了一下它的 ISO 上限，我觉得可以接受的点就是在1600左右。那如果我再往上，可以看到这个噪点就非常多了。但不可否认，这个 Mi-Log 拉高了小米15 Ultra 的上限，拍出来的画面十分的好看。那么这2个半月使用下来，我觉得小米15 Ultra 是符合我心里的预期。但它作为一台旗舰手机，目前表现看来是对不起它的价格。bug 评出的系统足以毁掉一台旗舰手机。高端化真的不是喊口号就行。所以说15 Ultra 它的表现是不合格的。那么作为一台相机，今年它的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在录像方面超出了我对它的预期。这个Mi-Log 的出现，意味着行业不再只有 iPhone 这一种选择。我们的国产手机像 vivo、小米他们，如今在录制视频方面已经不输这些国际大厂了。现在的情景就像当年追赶拍照一样，如今我们的视频也有一战之力，包括已经发布了的玄界 O1，也意味着我们在芯片的路上追赶前人。OK， 所以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麻烦帮我点个赞，如果可以，顺手点个关注。我是荷兰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